各位事務所的同學晚安了。今天是2026年7月10號，這裡是萬事通事務所。我們今天聊着呢，就是一個像我這種遊戲界的老屁股會關心的事情。那今天的內容呢，是一群在上海在對岸的遊戲界一路走來，經歷很多、做過很多的設計師們。集資也沒多少錢，就是讓我委託我做這一集。那他想要讓大家知道，當年盛極一時的台灣遊戲產業，他甚至也有參與，一路走來怎麼走到現在這個狀況。那他也想要讓對岸的設計師們，那些目前鮮衣怒馬、這個少年遊長安的這些設計師們呢，能夠從台灣的這個經驗學到一些東西，也許可以讓我們玩到更好的遊戲，也說不定。我記得最近有很多人在玩明朝啊，就是那個剛推出一個新版本的明朝，然後戀與深空也出了一些事情。今天呢，就是談一談遊戲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吧。那蘇東坡說，人生到處知何似，應是飛鴻踏雪泥。今天我們的工作呢，就是記一個黃金年代，傳一盞燈。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我們當年所看到的《仙劍奇俠傳》跟《軒轅劍》兩個當年以為永遠不會倒的 IP 都倒了，那我們的下一個世代有沒有什麼要小心的地方？今天的定場詩是少年御劍出東方，一部春秋筆墨香，轉瞬興亡棋局冷，茶餘成敗話滄桑，江山依舊人非昨，古月無言照經霜，鴻雁飛時流血印，莫教爐火負兒郎。那今天開場，我先念一首各位可能很久沒有聽過的詩了，是蘇東坡寫給他弟弟，應該是蘇轍吧，還是蘇轍？他說：“人生到處知何似，應是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哪復計東西。”人這一輩子呢，像什麼？像一隻大雁飛過雪地，偶爾停下來，在雪泥上留幾個爪印，然後就飛走了，也不管自己是往東還是往西。今晚這一集要講的就是幾行留在雪地上的爪印，一群遊戲人的，一群像我這樣子的玩家的，跟一個產業的故事。我們繼續這樣講啊。我們先從一個好消息開始講起好了。你知道老人家講股呢，就老人做什麼都是蠻尷尬的。但我們今天要講股之前有一個好消息，2026年6月29號啊，就在上禮拜，大陸的國家新聞出版署公布6月份的版號審批名單，序號130是《仙劍奇俠傳4》的重製 ，Unreal 5引擎全面重製。帶隊的制作人張孝全就是2007年原版《仙劍4》的制作人。去年年底時機預告一放出來，2天播放量突破300萬。3DM 的創始人當場喊支持1000套，力鐵為證。當年讓多少人哭掉半包衛生紙的雲天河跟韓林莎，要用次世代的樣子回來了。這是好消息，這真的是好消息啊！那沒有任何的反諷，因為玩遊戲的人看到好遊戲出來都開心啊。我不一定有時間玩，我不一定有辦法玩，但是我很高興下一個世代的人能夠玩到同樣好的遊戲。但我現在要問在聽直播的各位一個問題啊，這個版號上面出版呢是安徽新華電子音像，運營呢是皖新文化，研發呢是 Up Software， 發行是方塊游戲，版權方呢是中手游。
在聽直播的各位啊，你們思考一下，這所有的資料裡面，以前曾經是台灣國民 RPG 的重生名單裡面，有哪些公司跟台灣有關？一個都沒有啊，零個啊！那一隻大雁還在天際飛，飛得比從前更高，看到的世界更遠了。只是雪地換了，爪印落在別人的江山上了。要理解一個台灣 IP 怎麼一步一步走到眾所期待的重置，上面卻完全沒有台灣的名字這一天，我們要回到2024年9月11號。那一天呢，大宇資訊的董事會一個下午通過了2筆交易。第一筆呢，軒轅劍的全球版權賣給歡動香港1045萬美金。第二筆，《仙劍奇俠傳》中國大陸以外的全球版權，包含台灣哦，賣給中手游的子公司，合計約新台幣2億。2筆加起來5億新台幣，再算上2021年那筆港幣6.4184億，約23億台幣的大陸權益，3波下來，養活整個華人遊戲圈30年的雙劍，總共換回大約28億。28億是什麼概念？台灣的博弈股王哦，星象電子市值2400億，台灣遊戲史上最偉大的2個 IP， 全部家當買不到星象市值的1.2%。同一年，軒轅劍之父蔡明宏辭任總經理，董事長涂俊光在臉書上寫下一句話：但你們說大宇資已死，我不認同，因為他活得很好。同學啊，我們事務所的老規矩是什麼？當老闆特別出來說公司活得很好，你就知道有些東西活得不好啊。這一集的起點很特別，有一群橫跨兩岸的遊戲人集資定做這個題目，跟我講他要這樣做。他們有人待過台資公司的上海團隊，有人如今還是對岸遊戲廠的中堅。他們把人生最精華的那一段奮鬥歲月全部留在這個產業裡面，但他們想要搞清楚，為什麼台灣盛極一時的雙劍就這麼消逝了，也想搞清楚另外一件更大的產業面的文化面的事情，這個我們留到最後講。所以今晚是一個祭文，是一個燈火相傳的工作，也是一封警示的信件。我們最後做一個結論啊，鴻飛乃復計東西，大雁不回頭是天性，但雪地上的這個爪印呢，值得有人留下來，一行一行讀完分析完。我們今晚要感謝這些設計師跟那些陪我們走過這麼一長段時間，創造了遊戲界春秋史的這些人。那你自己看啊，2026年6月29號版號核發序號130的《仙劍4重置》哦，名單上沒有一家公司跟台灣有關啊，沒有。那怎麼說呢？除了感慨之外，還是感慨，因為我們的工作呢，就是跟各位好好聊一聊。來，每一部春秋史啊，都是從少年開始寫起的。90年代的台灣有這麼一群少年，有人在大宇的小房間裡面刻那個軒轅劍的像素，有人在寫李逍遙跟趙靈兒的結局。1995年呢，仙劍一代在 DOS 平台上面，在聽直播玩過的各位啊，我不用多講那個結局的重量，你自己知道，就是意難平啊。我在那個世代是旁觀者，我知道九劍仙，我知道十里坡劍神，我知道當年的遊戲都想要圓滿，但是有這個遊戲不圓滿，都是一樣啊。所以在那個年代啊，李逍遙的意難平，我們是在旁觀着跟着一起走完的。
在那個年代啊，台灣不只做得出遊戲，更是整個華文世界的遊戲語言都是台灣定義的。定做這個題目的遊戲人裡面呢，有人特別跟我講了一句話，我念出來。他說：“學生時代我對台灣自研遊戲的印象是華語圈最強。”注意啊，這是一個跟我們一樣的老登遊戲人自己說的。對岸的業內回頭看那個年代用的詞最強，沒錯。那好，我也在那部春秋史裡面留過一些爪痕啊。魔獸爭霸、星海爭霸的中文說明書是我翻的。Ranger 怎麼翻？為什麼會翻成游俠？有人堅持要翻作游騎兵，有人堅持要翻作其他各種各樣的東西，是我們大家討論了一大串才得到的結果。Paladin 翻作聖武士， Orc 翻作半獸人，是我更之前的學長們敲定的，我沒有修改任何一個字，因為那個時代實在流傳太廣了，所以當我翻魔戒的時候，我就直接引用 Orc。幸好他們 Orc 翻作半獸人啊，這樣 Uruk-hai 翻作強獸人才算對仗合理，不然我真心不知道怎麼辦。當年這些吵得翻天覆地的名稱哦，是90年代末期一群阿宅在小房間裡面，在會議室裡面，在一個可以玩這個紙上遊戲的桌上遊戲 table game 的地方炒出來的。我記得那邊吃滷肉飯還免費可以續碗呢。後來26歲我翻魔戒，那後來賣了100萬本，因為講這個東西出來其實也是回憶，不是邀功，是那間小房間裡面的人做夢也想不到這幾個詞後來會走進幾億人的熒幕上，雪泥上隨手一爪的爪印啊，竟然留到現在了。那這一群寫春秋的人是怎麼工作的呢？在聽直播的各位，特別是曾經被前輩罵過的，你一定有一個畫面，你一定了解那個狀況是什麼。那在那個 DOS 年代，你看我後面，我們當年做出來的遊戲畫面已經小到沒有辦法放全螢幕啦，要這樣子一格一格的告訴你。那這一部春秋史呢，是我們這個世代的所有人過。還有人問說，有人知道 Voodoo 顯卡？我是那個時代走過來，我比 Voodoo 還早一點。VGA 當年就是我那個年代最高檔的啦，後來才有顯卡的。媽，顯個什麼卡？以前光是 VGA 卡就買不到，然後 SCSI 的硬碟，然後 Seagate 的硬碟，好，算一講遠了。其中一位跟我們定做這一集的定作者描述他新人時期遇到的台灣前輩，不好意思啊，我們台灣前輩很嗆的啊。那這個台灣前輩有多嗆呢？台灣前輩啊，會告訴你說，通宵加班，家常便飯。會議上會大聲辱罵，偶爾還會捶桌子，攻。新人一進來就被灌輸遊戲人沒有假日的，我們是沒有辦法放假的。但同時很熱血，這一群前輩都是很熱血。他們會推薦新人看《東京玩具箱》這種講遊戲人骨氣的漫畫，而且清一色都是重度日系宅。所以你就知道，當年台灣重度美系遊戲仔，像我這種都跑去翻小說，去遊戲中文化去了。做遊戲的日系為主，你們看懂了嗎？當年台灣的遊戲制作人，鐵血、熱血、爆肝三位一體，這種方式健康嗎？當然不健康。但那是一個用肝血春秋的年代啊。他們相信自己在做的東西值得用命去換，而且說真的，那些被罵到臭頭的新人呢，後來都變成後面人的前輩啦。那些遊戲人沒有假日的概念，連同做遊戲的手藝呢，一起傳了下去。傳到哪裡去？我們後面會講。但是用命換東西的模式有一個致命前提，上面要有人願意把換來的東西再投回去。肝是員工的，
錢是老闆的。當肝一直在燒，錢卻開始往別的地方流，這一部春秋史就要開始興亡在轉瞬間了。這一章的簡短結論是這一部春秋史呢，是從一群不要命的少年燃燒人生、燃燒肝臟寫下來的。台灣遊戲的黃金年代不是神話，是一筆用青春預付的資本。問題從來不是那一代人不夠強，是強到讓老闆以為不用投資，這個東西也可以一直做下去。他媽這樣怎麼撐得久嘞？但沒關係，沒關係，我們就繼續往下走。春秋史的下一章，當初一起跟你懷念的春秋史興亡在轉瞬間，從來只需要一場會議，一切都改變。哎呀，我們的定做的網友現在正在看着他一桌的 GK， 在看今天這一集直播來，我們講幾個內幕。你現在如果還在遊戲橘子，你年紀要夠大才聽得懂。遊戲橘子的 Langrisser Schwarz 夢幻模擬戰，我有玩過手機版的，但是你可能不知道，2010年3月，遊戲橘子就開記者會宣布拿到日方的授權。2010年9月，東京電玩展，他租了70個攤位。媽的，我們後面的示意圖你就知道，我以前年輕的時候每年都去東京電玩展的。那為什麼？因為遊戲橘子那一年把它當成進軍全球的旗艦展出。2011年版權方就是日本 Extreme 的社長佐藤昌平親自飛來台灣開記者會。2012年7月，中國地區的阿法測試，然後沒有然後啦，項目取消，從來沒有上市。定做題目的這一群網友，有一位有參與過這個計劃，他的描述是大家在背後一開始想做美少女的 MOBA， 拿到 IP 之後呢，覺得幹故事不錯，太可惜了，往重敘事改，3個勢力的組成、轉職數、傭兵系統，規模越滾越大。日方進來之後，開始搞 PV。找日本作曲家跑東京、台北2場電玩展，聲勢浩大。但公司招了太多新手做這個很獨特的遊戲，邊做邊改邊摸索，搞了4年才完成內測。內測完，高層一句話，我不知道這個高層是誰啊？我今天沒有要打任何人，所以高層一句話說完成度太低，救不回來，整個團隊再見了。所以呀，Skin 1985說沒趕上好時代，有了好時代，自己的科技創意都沒了。那你也不用講這個 Final Fantasy 這一次的7代重置，也有很多人覺得遊戲性很不夠當年大家哭得死去活來，現在卻沒有力氣下載玩。但等等，我的問題是我沒有錢，所以我現在還在玩命運雙龍，請大家不要抱怨。那就沒辦法。那所以花了一群人青春裡面最好的4年，換了一次內測，一句砍掉，興亡果真在轉瞬間那個瞬間就是會議室裡面拍板的那一秒，你在外面看到的是70個攤位的燈火，裡面人聽到是嗶嗶散場嘍，下班嘍。各位，你在公司待過，你想一想這個結構，做 PV 有預算，日本作曲家有預算，70個攤位有預算，社長飛來台灣有預算，但是偏偏呢，讓遊戲本體做完的時間跟人力沒有預算，門面是做給投資人跟版權方看的，裡子是做給
玩家玩的，而在那個房間裡面，玩家沒有座位。看 MMGRE 要做 DLC 哦，拜託不要啦，主線都玩不完了。主線這一代真正的問題就是他搞了太多小遊戲，你不玩還不行。以前小遊戲是可以繞過去的啊。來，你說啊，這個 IP Langrisser 太冷門了，做不起來正常。媽的，不是，好不好？各位，重點來了！2018年8月，中國的子龍遊戲跟同一個日本版權方 Extreme 拿授權做了手遊版的《夢幻模擬戰》。上線之後，子龍2018年全球 App 收入排名衝到第49名。這個遊戲到今天還在營運。同一個 IP，同一個版權方，一個4年內測急死，一邊長線金雞母，差的不是 IP， 不是市場，甚至不是人。那一批人很多精英都流進了對岸大廠，差的是啊，一邊把遊戲當成給資本市场聽的募資的故事，炒股票，一邊把遊戲當成產品在做。網友說北京現在雨超大，奇怪了，這個台風根本還沒過台灣呢。怎麼跑到你們那邊去了啊？來，這一章的結論是興亡在轉瞬間，但轉瞬之前，這一筆賬早就記好了。當預算只流向門面的那一天，死期就定了。東京電玩展那70個攤位有多亮，4年後那一句團隊砍掉就有多冷。這就是殘酷的地方。嘎瑪尼亞，我還在他員工訓練的時候，把寶可夢的那一個玩法帶到它上面做介紹，但後來就沒有後來了。超任版的聖火降魔錄沒辦法練等，是不能存檔的關係嗎？來啦，所以我們後來在台灣玩的那個手遊版的，大概就是子龍的。子龍那個遊戲很嗨啊！然後我要跟各位講，今天的抖內目標呢，是如果目標過了，我們會做一集討論台灣若不是因為抗中保台，政府不准，你可以買到多便宜的電動車。但結果我們現在買到的4級電動車呢，反而是人家頂級的價格，這真的很感慨啊！好，我們後面會講《戀與深空》哦。我覺得《戀與深空》這個遊戲做到這樣子非常不妙啊！你不能隨便什麼東西都舉報，到時候玉石俱焚啊！好啦，所以各位如果要抖內的話，會講這個東西。來，我們接下來呢，成敗難長久是什麼意思？就是大家趴在桌上拼死做出來這個遊戲的，把成敗難長久5個字演成了黑色喜劇。它不是失敗案例，它是成功案例。而它的下場告訴你，在那個體制裡面，成功比失敗更危險。這個遊戲我沒玩到，但是它是晚近相對成功的遊戲。《仙劍奇俠傳幻靈記》這個遊戲你總該聽過了吧？來，幻離境做得很成功哦，是上海軟星，也就是大宇資的子公司重組之後的第1部作品。2017年4月底啊，中國大陸上線，5月台灣上線。跟我們定做這個題目的網友裡面有參與過這個團隊的成員，跟他們描述這一群團隊呢，就是我們這個世代的老登吶。老登加入團隊是帶着情懷加入的，願意拿不高的薪水熱血加班。
20-30個人拼了老命2年做完，一上線衝進大陸 iOS 暢銷排行榜的前10名，3個月就賺了大概1億人民幣啊！1億人民幣啊！各位在聽直播的各位同學，我們停一下，20-30人2年1億人民幣，任何一家正常公司接下來劇本是加碼、擴編、發獎金，做下一代，對不對？實際的結果是什麼？第一，上線時間內容不足，很多成員被抽去做新的軒轅劍的計劃，維護更新變得很艱難。第二，這就是銜尾蛇悖論啊！媽的，太成功，結果你的蛇把自己的尾巴吃下去了。因為這個計劃成本低而且成功，後續提案的每一個預算都被壓到同樣的水平。我再講一次，因為這些熱血中年用很少的錢做出了好東西，結果公司決定，那我們以後都給你這麼少的錢。其中一位啊，我在問的時候，我說幹，這事情真的假的？他說，一般來說啊，一個團隊如果證明了自己能力，就應該給更多資源，讓他們做得更好。結果現在變成了，你既然低成本也做得不錯，那就繼續這樣做吧。那一群工程師哦都不理解，他們理工科或是做遊戲的人都想說，這個好東西進去出來就要好東西啊，然後上線獎金呢，據他們說蠻寒酸的，你看，所以各位你也在領薪水，你也會趕專案，你這個邏輯熟不熟？你把事情做好，老闆的結論不是這個人值得投資，而是原來這麼便宜就能搞定，這個並不是遊戲界獨有，但是在遊戲界它直接刻在了產品上面。後來啊，團隊提案做2代，公司要更輕、更快，預算更低，幾番拉扯之下呢，能批下來的資源跟1代差不多。誰他媽做2代拿到的資源跟1代一樣啊？你以為1代成功是成功假的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連付錢給巨人都不願意，這樣搞個屁啦！大家心裡都清楚啊，這已經不可能再像那樣子爆一次肝了，做不到。所以2代做完一個 demo 就草草結束了，人都調去支援蒼之耀幻離境的本體，在2020年4月15號停運，一個3個月就賺了1億的遊戲，活了3年。蘇東坡那首詩的後2句，這裡剛好用得上。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哪復計東西。幻離境呢，就是雪泥上的一組爪印，它證明了那批人做得出被市場擁抱的仙劍，證明了情懷加專業能換來真金白銀，然後大雁就被迫飛走了，爪印留在原地，沒有人回頭看。結論很簡單，成敗難長久啊！一個懲罰成功的體制裡面，成功的保鮮期比失敗還短。當證明能力的獎勵是預算鎖死，理性的員工呢，只剩2條路：你要麼躺平，要麼禍海。而會爆肝做出1億流水賬的人，永遠都有地方要。你看這尷不尷尬？這尷不尷尬？這真的很尷尬。來，幻離境被抽走的人去了哪裡？他去做軒轅劍蒼之耀去了。而蒼之耀這個案子，把前面所有的因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一路拉到你身上，業力引爆就大爆炸了。James Chen 說：“我第一款仙劍就是仙劍4，有沒有20年？你對我這種第一款仙劍是仙劍還沒有1代的那個
代數 DOS 版的，你覺得有沒有20年？我告訴你，40年都有了。來，先看門面啊，蒼之耀這一次的門面是史詩級的，軒轅劍蒼之耀的 TV 動畫，2018年10月1號在東京電視台開播，播到12月24號，整整13集。Studio Dean 製作，聲優陣容是誰？男主角朴昭由松岡真澄，也就是同人的聲優哦。那個，哎幹，我忘了他叫什麼名字。就总之那一款游戏跟这個原作跟動畫同人拿雙劍那個家伙的聲優，還有水樹奈奈，還有丁宮理惠，在聽直播的動漫宅啊，這卡司什麼等級？你一聽就知道了嘛。這是把台灣遊戲 IP 捧上日本黃金檔的一次豪賭，砸的是真金白銀。我是十减之零吶、你那麼機車來，李子呢？作為影遊聯動核心的同名手遊呢，因為它一次都推出多款遊戲聯動嘛，那就很開心吶、來，2018年公開開發消息，2018年底到2019年封測，然後又沒有了。沒有上線公告，沒有取消公告，就這麼靜靜的消失了。這種死法連一張正式的死亡證明都懶得開，沒有辦法開呀、我們有參與者向我透露，他說一到那個組裡面就覺得幹不太對，不對，他以前在橘子夢幻模擬戰待過的感覺一模一樣，本體還成2D。花大錢做了一個不可能時裝的炫技 demo， 外加一整季的 TV 動畫。媽，遊戲沒出來，你 TV 動畫就做了，你這是怎麼250？你要做動畫賺錢嗎？他直接講，跟遊戲同名，戰績可以查，最後也是完成度低被砍了。所以 Alan Chen 說，蒼之耀的日式風格好跳痛。哎幹！今天媽我們的直播間平均年齡是不是超過40歲啊？來，所以不同計劃的參與者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年份，描述了同一種死法，出現一次是意外，重複出現就是台灣廠商的模式的。你不要看他公司開在哪裡，台灣的決策者是同一組人。我們把4個案子排開來，橘子的夢幻模擬戰，幻離境2，蒼之耀，定作者們就是參與了這些流程的所有人，共同的一個反應是因果2個字啊。這4個計劃基本都有時間緊、人力不足，本質上都是缺錢，但又花了不少資源在開發以外的事情上面，所以讓他覺得很迷惑啊，讓他覺得很迷惑。我跟你講 ，Andy 說的沒錯，聊天室滿滿的宅味，但是這個專業絕對爆表。媽的，全華文圈大概沒有我們這一群這麼老的在談仙劍的人聚在一起直播了。來，缺錢，但錢花在開發以外的地方，這就是因吶。你花錢做 PV， 你花錢請日本作曲家，你參加電玩展，你開記者會，你做 TV 動畫。這些東西的共同點是立刻變成新聞稿，立刻變成法說會簡報，立刻推動股價，而把遊戲本體做完要4年吶、要留人，要持續投錢，做完還不一定賺。對一個把公司當金融資產經營的管理層來說，怎麼選根本不用想，這就是果呀，這就是果啊。你看，網友查出來了嘛？朴昭、福音的妹妹福寧，幹都是第一線的聲優啊。
所以啊，對一個把公司當金融資產經營的管理層來說，怎麼選根本不用想，這就是果啦。多少辛酸化因果，辛酸的是誰？是那些在動畫播出時還在加班救本體嗎？幹，你動畫播出來，我還在吃泡麵救本體，遊戲做不出來啊！看着松岡真澄替自己的角色配音，卻知道遊戲大概上不了線，門面越華麗，裡面的人心越涼。結論很簡單，因果這種東西啊，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從來不會賴賬。門面預算大方，裡子預算摳門摳死，種下了這個因，每一家公司最後都收到了同一顆，包裝越來越精美，裡面越來越空，直到有一天連假裝要做遊戲都省了，直接把 IP 賣掉啊！哎，好啦，我們一路講，接下來要到了千年孤城類啊。每一個王朝的末年都有孤城，台灣遊戲業的孤城類，2024年5月留在2個地方，一個在慈城上面，一個在臉書上面。每一個王朝的末年都會有徵兆的。先講慈城，2024年5月24日，軒轅劍之父蔡明弘辭任大宇總經理，5月31日生效。這位1988年，當時我才13歲，他就加入大宇，員工編號004的老前輩，帶着 Domo 小組做出第一代的軒轅劍，在公司裡面守了36年，守到公司決定把他的軒轅劍賣掉，2個星期之後走人。什麼叫做孤城？陪一個王朝從開宗立派開國走到賣主產，最後連訓死都不用訓，鞠躬下台，這就是孤城。什麼叫孤城？孤城就是你沒有對不起這家公司，但是公司沒有對得起你。再講臉書吧，賣 IP 的消息炸鍋之後，董事長涂俊光發長文，他可沒有打模糊仗，這人也是正面對決，很不錯，我很佩服。他直接把賬本掀出來，他說：“你們不要老是說我賣情懷，或是賣這些舊的王牌，我給你看他本人講的，我們把這個數字打出來給大家看。來，第一條。”過去6年，大宇的研發費用超過8.5億新台幣。第二條，遊戲自研占營收從15%掉到2.3%。一家遊戲公司遊戲制作本身只剩2.3%，這家公司的本體到底是什麼？賬本自己招了啊！你說為什麼那個大宇資開始做鬼故事？很簡單啊，近年唯一大宇被市場認同的自研遊戲叫做《女鬼橋》，成本不到2500萬，賣破15萬套，所以續作預算呢加到4200萬。來。泰德說：“我也是經歷這些遊戲的大叔啊，我們都是啊，誰不是呢？只是有些人走日系風，有些人走中系風，有些人走美系風。來，在聽直播的各位，你手上有股票，你看懂邏輯了嗎？8.5億的大研發是無底洞嗎？2500萬的小品賺錢，所以以後就只做2500萬等級的啦。”這跟幻離境團隊遇到的是同一套算式，只是這次由老闆親口說出。然後就是版號這個黑天鵝，大富翁10 2019年送審，花了3億研發的軒轅劍7 2020年送審，通通拿不到大陸版號。這裡我講句公道話，版號凍結是北京的政策風險，不是大宇能控制的。
它真實的重創了所有台廠，但是版號解釋得了2020年之後，解釋不了2010年之後的10年。夢幻模擬戰死的時候沒有版號問題，幻離境被鎖預算的時候版號還在發呢，版號是最後一根稻草，駱駝的膝蓋早就自己跪下去。真正的判決來自於資本市場。星象電子在台灣是博弈，2024年營收220億新台幣，市值2400億等級。台股遊戲王橘子靠代理天堂 M，2018年吃進約75億。大宇的遊戲本業常年不到10億。台股用真金白銀投票，博弈第一，代理第二，自己研發能吃嗎？所以涂俊光的每一步站在資本家的角落都是正確的。他2014年接手的是一家發不出薪水、賣房度日的公司，他把它救活成一家賺錢的控股集團，他沒有做錯任何一步棋。這就是孤城類最苦的地方。殺死雙劍的不是奸臣，是一套完全理性的算式，每一步都對，加起來就變成國賬。孤城哭的不是誰的錯，是沒有人有錯，江山卻沒了。結論是，千年孤城淚，哭的從來不是敵人太強，是自家的朝廷早就不信這門手藝了。科學終將勝利，但是資本的科學算得清清楚楚。在台灣做遊戲的期望值是負的，你不能怪生意人不做慈善，你只能問為什麼在台灣做遊戲變成了慈善呢？來，我剛看到了那個劉建義來留言，劉建義這次要做電動車，就是替你們這一個行業人做的，還不趕快抖內？SEA909，謝謝你的抖內。壞掉龍9說，請支持天堂鳥科技單人阿爾巴老豬，並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也請問老豬祝福打氣，謝謝。天堂鳥就表示你真的很老了啊。Mr. 阿開賽說，好久沒跟上直播，先抖個目標。今天豬大題目突然有種親切感，大宇好懷念的名字啊，夕陽無限好。支持九哥使用天堂鳥科技單人阿爾巴豬大活動，請各位網友別吝嗇按讚、手機熱推，有餘力煩請點選下方置頂連結，前往阿宅福利社購買精選商品，謝謝。禮拜天下午風雨應該已經過了，還有網劇請大家記得要來參加台北市的無風無雨放台風假，正開心。山仔醫生說，小斗支持今天主題，這兩個 IP 小弟小時候曾經參與制作，其中 3D 美術的怪物跟裝備，幹山仔醫生你這麼老了不，可能不是第一代第二代，幹做第一代的人現在大概60歲了吧。那 James Chen 小斗支持。啾啾啾說，談風假難得跟上直播，今天主題勾起小時候的回憶。不了解台灣公司往往用小成本創造奇蹟之後呢，認為接下來用同樣方式還可以繼續賺下去，不選擇深耕。另外，謝謝豬大的鼓勵跟建議，申請到新加坡進修的機會，也請豬大有空收個信不錯喲。但是我你是不是寄到 Fantasy 去了？我好像最近還沒收到。太好了。好像沒收到，我看一下有沒有網友寄新加坡的信。沒有都是我在用 PayPal 付款。新加坡有网友不知道查什麼。
啊，但沒有，後來沒有網友，還有之前網友寄新加坡彈架啊，讓我們拉回來。這個朱大有空收信没寄到我信箱哦，請你再問一下，看看是不是寄到這裡。劉建一說 TV 加雞派路過，不好意思，我們是那個線上不單機遊戲派的。David Jackson 說，請教內湖場的聚會大約會多久？哎，我們都老人呢，2個小時最多吧。來，我們這樣講，一個 IP 如果死了之後呢，故事去了哪裡？你知道，故事不會死，故事會在別人的茶餘飯後被說上一整個世代。只是說故事的人跟收錢的人往往不是同一個啊。好啦，這個妙啦，真正精彩的地方來了。2005年呢，上海唐人影视把《仙劍奇俠傳》拍成電視劇，胡歌演李逍遙，劉亦菲演趙靈兒，地方台首播收視率11.3%啊，11.3%啊，香港播、韓國播全面開花。2009年《仙劍3》，胡歌、楊冪、霍建華、劉詩詩、唐嫣，哇靠！你追過劇你就懂，這一份名單後來都變成了誰？什麼樣的人？胡歌變成一線男星，劉亦菲變成天仙姐姐，楊冪變成頂流，霍建華、劉詩詩、唐嫣，半個大陸古偶圈都是從仙劍劇組走出來的。這2部呢，等於是一個造星工廠，養活了之後10年的大陸古偶劇工業。而工廠的地基是台灣一款1995年的 DOS 遊戲，你說有趣不有趣？你看這些人多媽的太誇張了！我20年後才看哦，我發現哇靠，你20年前找這些人，現在都已經頂流到大概不出來演戲了吧？都是超大腕兒啊！來。大宇分到什麼？好，我這樣講，這個計劃超成功，對不對？超棒的，所有的人都被仙劍拉過一把。好，根據公開資料呢，大宇你拿到什麼東西？影視收益歸在授權收入方面，我們去翻了他的財報，一次性授權金。查遍公開記錄啊，沒有任何票房或收視分潤的證據，真心找不到。如果你是大宇的內線，你可以跟我講。但是我們事後看起來啊，人家用你的故事蓋了一個金礦，把整個後面的古偶的超大牌明星跟視覺效果都組裝出來了。結果呢，大宇收的是挖礦執照的規費，收一次就沒了。公道話，我們還是講，2005年那個年代呢，遊戲 IP 影視化的分潤模式啊，全世界都不成熟。大宇不是被騙，是整個時代的授權觀念停在那裡，沒有陰謀啦。但他的 IP 是買斷的，那買斷就沒賺到啊！你再怎麼賺 ，IP 本人沒賺到。但結果呢，不會因為沒有陰謀而改變。仙劍最有爆發力的10年，果實全部落在海峽的另一邊 ，IP 還掛在大宇名下，但 IP 的心臟已經在中國大陸跳了。所以2021年大陸的權益能賣23億，2024年全球剩餘只剩5億，市場很誠實啦。他告訴你，果園裡面的果子早就被摘完了啊，早就被摘完。說書說到這裡，我是真的很感慨啦。那個阿卡賽說沒錯啦，就是賣山的挖礦權就沒有啊，沒有的。那個富士山下邱小姐說，我老婆在晉江寫的小說影視權也是很多提前買斷。
不是啦，我當然這樣說，提前買斷是一種嘛，但是大禹當年有這麼窘迫嗎？有這麼需要把仙劍給人家買斷嗎？很多網文的作者是因為他本身真的沒有那麼多錢。那個潘毅說，《仙劍一》有彭於晏，然後女二是安以軒，沒印象。所以呀，說書講到這裡是真的很感慨啊。李逍遙的意難平是我們那一代人陪着在熒幕前面走完的，後來換成胡歌演給幾億人看啊，14億人的11%就是1億多人。仙劍變成兩岸整整一代人的共同記憶，這件事本身很美好。一路薪火相傳，李逍遙九泉有知，也會感慨自己死得很值得。沒有，我跟你講，巫師作者，我有訪問過那個叫什麼名字，瓦丘斯基嗎？還是叫什麼？反正那個大鬍子。後來 Netflix 有給他錢了，沒有問題，很開心的。老頭有收到錢了。你知道，故事被更多人記住，被說進更多人的茶餘飯後，對於說故事、寫故事的人來講，永遠是好事。只是我們這些記賬的人要誠實。故事是台灣寫的，記住故事的紅利，台灣1毛都沒領到。公與後人說，後人說的越熱鬧，原作者的沉默就越響。結論是，總在茶餘後，公與後人說，這是每一個好故事的宿命，也是每一個不懂資產運營的原作者的墓誌銘。文化的果實跟商業的果實分家那一刻，這個 IP 對台灣來說就只剩可出售資產這4個字了。我跟你講，我今天做這一場直播，完全是因為網友定做，我不是為了流量，我也不是為了點擊率。這一集直播同上絕對不會超過1000人，但是這是獻給我這個世代的墓誌銘，好嗎？來，接下來呢，我們要講的是開枝散葉之後，水不會停啊，人才像水，時代也像水。Danny Yan 說，我的印象中，小說跟衍生的爽文，在我的網絡歷史中，台灣網站這邊起步很早，消失的也無聲無息，很好的曇花產業，目前都只能靠阿共繼承下去。廢話，你們市場大呀，有了起點之後，台灣這邊要怎麼搞網文，搞不起來啦。而且像是那個什麼三少啊，唐家三少，幹每天寫1萬字，這個誰媽做得起來啊？做不起來呀！來，水不會停，人才像水。時代也像水，台灣這邊的火把一盞一盞的熄，於是燈火就往還有火焰的地方流。九把刀說他日更萬字，好啊，那你不要拿政府標案嘛，你拿了政府標案就跟吸毒一樣嘛。一定會覺得，哎呦，有政府標案就好了，我領政府標案就賺錢了，我幹嘛認真拍電影？結果都是這樣。那一群跟我定做這個題目的網友裡面啊，有一位後來進了上海的莉莉絲，做劍與遠征、萬國覺醒的那一家。他跟我形容啊，幹從台場出來一到入場，幹媽超大衝擊，文化衝擊呀！什麼文化衝擊呢？
他跟我形容一進去啊，遇到5點，我一條一條分析給各位聽，你們一條一條對照我前面講的台廠現場。查理布達年代記好像媽被抓去關了啦，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哦，這個富士山下的分享是我老婆在女頻，就是女性觀看為主的頻道，基本上每天也要3000字，斷更編輯部榜單就不給你。哎，我最近也在寫小說，我在寫《魔戒》的同人、龍槍的同人跟2戰的穿越劇，但是因為最近都在打電動，所以一時間沒有時間寫了啊。什麼 Landphone 說麻豆傳媒在台灣這麼自由的地方都做不起來，為啥？朱大講一下。沒定做我就不講，但我知道原因。而且你不要說幹對岸有的時候鬆的時候很鬆啊，抖音有一陣子都是潘甜甜在跳，他幹超屌的。我是看了這個不斷的出現在我的抖音上面，我才去查潘甜甜是誰耶，我才查到原來那又是一個這個兩岸合資的結果，可惜只拍了3部就進去踩縫紉機去了。所以啊，抖音現在有很多嘛擦邊的東西嘞，但是啊，等等嘛，看今天講遊戲，我不要被你們拉走了，不是這樣講。還有這個 ABB7049，第一次看到橫屏的 YT Shorts 直播，竟然就是朱大直播，現在722人，加油啊！今天大概也就這麼多了啦。台風天呢，我們這一群老宅在回憶當年打電動。啥？羅森2審才開庭哦，2025年2審才開庭，幹不知道判7、8年吧？我不知道哎，我以為他26年就已經確定了。安徽省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2審開庭，3月初做出2審判啊。等等，我繼續往下講。來，他進到了這個莉莉絲之後啊，第一個幹規模把他嚇一跳，光是策劃跟PM 2個組人數就跟當年大宇的換離境整個開發團隊差不多。第二個流程有專案管理專業標準化的工作流，每天做什麼清清楚楚，代價當然有，就是不如小團隊敏捷，但至少流程存在。第三，氣氛不一樣，他加入的產品做了3年，改版好幾次，但團隊的氣氛很輕鬆。有多輕鬆呢？他說大家都是準時上下班，資歷不深的人呢，也不會受很大的壓力，都是有條不紊的推進，也沒人會叫你媽一定要爆肝。沒，團隊氣氛很輕鬆。他怎麼講？他說這跟我做那個第一個項目的後期天壤之別。第四，各位要仔細聽啊，我們強調的是人家成功一定有人家的道理。他說市場數據啊，任何新玩法的點子都可以快速做成廣告投出去，用點擊率驗證吸引力，給設計決策的人做客觀依據，然後補了一刀。他說啊，根據我過去的經驗呢，在我之前的專案裡面，這個依據都是老闆直覺，老闆直覺覺得怎麼樣，大家就要跟着走。老闆直覺4個字而已，前面5章所有的興亡在轉瞬間，此英欄都可以填老闆，因為這個不專業。第5個，生活不加班。你如果要加班，要申請有加班費。他說這個讓他有時間陪家人啊。在聽直播爆過肝的各位，你知道遊戲界這一條的重量是什麼？還有千 U 炮包兄也是嗎？做遊戲的，我打算念你的抖內。
各位，這5條裡面沒有一條是大陸人比較聰明，大陸人比較拼，一條都沒有，全部都是制度。分工的制度、流程的制度、數據取代直覺的制度、把員工當資產的制度，而且莉莉絲的創辦人是年輕人創業，跟這一批寫程式、跟我定做題目的人是同一輩的，80年代生。米哈游、優星全是這樣的公司，風格跟老牌廠商完全兩回事的。還有2個外部坐標。幻離境同期，網易的陰陽師大賣，他團隊裡面一堆日系宅還看不起這個包裝的很日本的國產手遊。後來米哈游又公布類薩爾達的開放世界項目，瘋狂招人，幹，這就是原神吶、啊！這2件事情他們確信2點：日式卡通風行得通，以及自己的技術已經落後了。蒼之耀的時期啊，根據投稿人說，他組裡已經有人跳去米哈游了，但現在不知道賺到吐出來了。那好，這個問題就是台廠這邊在砍團隊，牆的另外一邊在蓋新的世界。長江長千里，黃河水不停，一直流下去呢，水往哪裡流是物理，不是忠誠啊。而我要替這些台灣的先輩們說一句話：那些流過去的水不是空着手去的，他們是帶着台灣小房間裡面練出來那些手藝，帶着遊戲業沒有人放假的那股狠勁，流到了中國大陸的河道。這條河後來有多壯闊，我不用說你就知道了嘛。對不對？山宅醫生說沒錯，他說以前光是修老闆的感覺就可以修好幾個月。然後雨橋說陰陽師現在已經不走和風路線，但是他一開始畢竟就是走和風路線嘛。那土獄門家或者是安倍晴明，那一開始就這樣，但沒關係，這個也不是今天的重點。所以本章的結論是黃河水不停啊，擋不住的，你也不必打。兩岸的差距從來不是天賦，是公司把遊戲當產品做，還是當金融故事講。制度可以學，但學制度要先承認老闆的直覺不管用。這一步比做出原神還要難。哎，好，來，我再念一下斗內啊。James Chen 沒有，嘎嘎咪咪口說到網文，想到很久以前熱極一時的新網，曾經是網文的龍頭，結果2014年倒閉結束營運，他就時代就過了，不然怎麼辦？千餘炮說，曾經在某日商台灣子公司做了4年多，遊戲業是寫程式行業裡面 CP 值最低的。趕上線看日出是常事，就為了熱情，希望能留下個好玩的遊戲，在遊戲史裡記一筆。但我看這個包兄最近臉書好像都在玩 AI 哦，我最近看到有人用 OpenAI Codex 寫了一個《植物與大戰殭屍》，我覺得幹好有趣哦。但是你叫我寫，我還是玩別人遊戲比較好。來，風興說日本的遊戲業也是把人力當耗材。曾經在轉職的時候啊，看過遊戲業的招人資料，比市場上的薪資少20%到30%啊，沒錯啦。魯魯米說趕上了抖一個目標，所以啊，各位本台有這麼多遊戲界的人哦，幹真的太奇妙了。那個蘭蘭說，我去參加過日本的招聘會，現在日本遊戲業招的開發人員月薪已經比普通的業務開發員高了，比如史克威爾、Capcom、Konami 這些基本上都是30萬起步，但是大學剛畢業也就20萬、25萬啊，燒肉店的職員也就22萬。但是如果你喜歡 Konami 在那個 Tokyo Midtown 的辦公室的話，也許是這個樣子。什麼 ？Mars VIP 說：“我告訴你，我老媽天天充值藍鑽玩模仿花園，我都放棄治療了。”哎，好，來，
接下來要講了，哇靠，古月照京城了啊，馬上就要進到後面了，好不好？這個事情呢，我給各位看一下啦。莉莉絲是很成功的一個這個大陸遊戲產業，那跟台廠一比，就他媽真尷尬，哎。來，但是怎麼樣呢？江山依舊，人事已非，只剩古月照京城啊。這個又讓我想到了，你知道很可惜，以前有一個大慈善家，我以前曾經去過他的一個計劃，他寫的《秦時明月漢時關》那套小說其實本身很好看，他改編也很成功，可惜人掛了。他太忙太累，結果就心臟病，所以很遺憾吶。來，這一章呢，我們抬頭看那個照京城的古月，看他照過的那些人，跟他現在照的世間呢。先看人，先见之父姚壯憲。那我們來看看。2000年北上主持北京阮星，先見後面好幾代都是在北京做了。張義軍呢去了上海阮星，後來他離開，創辦了上海竹龍，做出古劍奇譚。就在最近，竹龍公開了單機新作古劍的首支預告。那根據我們的遊戲業界這位老登說呢，對，是溫世仁，沒錯啊。我是想說他的過世真的很遺憾吶。但遺憾就是遺憾。大陸有拍陸劇沒錯，古月那個《秦時明月漢時關》有拍。哎呦，登一燕說嘆口小氣，人生沒有後悔藥，敬那曾經驕傲過滿族遊戲宅的我。風心說一般40萬起步哦，好好幹。哎呀，隨便啦。來，姚壯憲呢，後面開枝散葉，上海竹龍做了古劍奇譚，就在最近啊，竹龍公開了單機新作。你光聽竹龍這個名字，你就知道不是那個裝人的竹龍啦，是那個蠟燭的燭，飛龍的龍。根據我們的投稿人說，新上阮解散之後，又有一批人流進了竹龍的新計劃。你看這個譜系，上海阮星這個母體先後列出了竹龍，列出了做仙四重置的 Up Software， 還有流进原神、明日方舟的那些人，跟定作者同期的人，现在基本上都是各大厂的中间了。他們說的很直接。我這一代遊戲人裡面有很多人是台灣這邊的前輩手把手教出來的。來，再看一筆比雙劍出清早16年，很少人記得的交易。2008年的時候，台灣的玉泉國際把流星蝴蝶劍、笑傲江湖 Online 的 IP， 連同上海、成都2個研發中心，整包賣給完美時空，3800萬美金，人、IP、團隊一次過戶。2024年大宇賣雙劍不是破天荒，是一個運行了快20年的模式，走到最後一站。但是没辦法，没办法。香火過海最新的一注啊，就是開場那張版號。仙劍4重置的制作人張孝全，就是19年前在上海阮星做出原版仙4的那個人。很少有 remake 在19年之後還是同一個制作人吧。當年做出雲天河的那雙手，如今在中手游的體系裡面，把同一個故事重新點燃，人還是那個人，
火還是那把火，只是爐子早就不在台灣了。這不是悲劇，我甚至說這應該是仙劍4能夠拿到最好的結局了。但它同時是一張判決書，這個 IP 要重生，唯一的路是徹底離開台灣。然後呢，我們要講一個傳承。這個傳承，我個人覺得看了覺得很欣慰，打得我半死。來，馮驥呢，黑神話霧峰的制作人，1982年生，他大學痴迷魔獸爭霸、星海爭霸。2004年魔獸世界進中國，他為了玩這個遊戲放棄考研。楊奇是黑神話的美術總監，預告片上線前一晚睡不着，爬起來打開魔獸世界，跟公會又下了一趟副本啊！各位，這個東西不是我溢美，其實可能也沒有影響到他們，但是我覺得與有榮焉的是，當年魔獸爭霸、星海爭霸在台灣這邊的中文手冊我翻的嘞。那我們剛剛講游俠、聖武士、半獸人這些名詞呢，也是台灣一群奇幻宅決定的。馮驥在沉迷於艾澤拉斯的時候，他呼吸那種空氣裡面有我們所貢獻的一點點的分子等級的努力，而後來我玩他做出來的遊戲卡關卡他媽2個星期啊！所以我不是倚老賣老，這不是，馮驥一點都沒有欠我，只是在這一個傳承裡面，我們很榮幸在40年前、30年前參與過這件事情。黑神話也不欠台灣，它是獨立開發出來的好遊戲。但是我要講，你能夠想象當年台灣的機會是我不到18歲我就訪問當年的魔獸的制作人，他來台灣，我要用一口殘破的英文跟他們溝通，然後寫一個這個訪問稿。Mars VIP 說：“朱大要不要邀請馮驥來節目？等我存到錢，能夠去大陸，再想那麼遠。”好不好？大哥，不要一直覺得我什麼都做到。媽，前幾天還有人說，你怎麼不去看清楚全中國所有的抗戰歷史館呢？我想說，幹，你現在連機票都買不起的我，沒有申請信用卡都沒有的我，你覺得我還能怎麼樣？你要我怎麼樣嘛？對啊，你看 Lee Alex 說，想到初大玩黑悟空的直播那時有多麼可憐。哎，对啦，赤蛇啊，遁地獸啊，雷獸啦，大和號啦，波動炮啦，然後反正那個譯名都是我阿薩布魯弄出來的，但可惜的是，星海爭霸後來沒有怎麼繼續，真是殘破英文了。我18歲的時候，你期待我英文口說有多好，真是不好啊！幹，硬被他們丟在現場說好，朱璇。這個魔獸爭霸的設計師來台灣，就你訪問他。我說好哦。所以朱大要等到黑中腿靠腰嘞，游去金門再游去廈門。我過去有3年的時間，連去金門都不行，好不好？你媽的還敢講？那個赤蛇的叫法是一樣啊。對啦，我跟你講，因為就是什麼？梅沙剛才說，也難怪星海那個翻譯，我就感覺怪怪的，原來都是朱大造成的。我想要讓大家朗朗上口嘛，我想讓大家朗朗上口啊！我不相信8月鍾馗時機可以上，我不相信。所以我這樣講，我查了所有訪談了。馮驥這一代的遊戲人沒有提過《仙劍》，也沒有提過《軒轅劍》，當然他更不會知道是台灣的一個老宅翻了什麼《魔獸爭霸》《星海爭霸》說明書，這個很正常啊。你喝水的時候不會知道水庫上有一滴水是從哪裡來的吧？這種傳承本來就不需要被承認、被感謝，它存在於語言裡面，存在於人身上，存在於中文世界，做得出感動人的遊戲。這個信念啊，這個信念是好久好久以前，40年前台灣那一代人種下的。台灣斷代之後，在對岸活成了黑神話，活成了現在的百花齊放。我們當年是沒有辦法想象華文世界
做得出超棒的世界級遊戲的，没有辦法呀，没有辦法呀。今天没有講到《幽城幻劍錄》啦，沒有辦法講到那麼多。來，所以啊，古月照今晨的意思就是月亮還是那一輪月亮，它照過大禹的小房間，照過我們翻譯手冊的深夜，現在照着上海的竹籠，照着先世重置的機房，照着黑悟空的81難，很有可能還照着鍾馗現在正在遊戲科學裡面趕的那一群人。城市換了一輪又一輪，月光沒有斷過。站在台灣這邊抬頭看，我只有一句話：佩服。而且不愧我們之前的前輩留下了他們的足跡，後面有新一代的人走得更遠，這就夠了呀，好不好？這就夠了。江山依舊，人事已非，但是已非不是等於已。香火過海，無人簽收，但是確實依然在燒，而且燒得比以前旺。我們的努力跟我們的參與，就算沒人記得，泥上的指爪總是留下的。對留爪印的人來講，這就是全部的意義啦，我就覺得很開心啦。但是這一切是有危險的。我們本來，我跟你講，我的直播做到這裡，我腳本寫到這裡，本來要收了。可是問題是，最新的新聞讓我覺得非常擔心。2026年6月的最後一周啊，棋盤上又落了2子，一子在台北，一子在上海。同一個禮拜出了2個消息，讓我非常擔憂。歷史很少這麼貼心吶，把一局殘棋的2個角擺在同一個的日曆上給你看吶。台北這一子發生在6月24號，是6月24號呢，遊戲橘子股東會正式裁員15%，約150人，旗下 Now News 裁近60人。橘子2025年由盈轉虧，每股虧損1.53元。執行長劉伯元說要及時止損，集團瘦身之後不再局限遊戲產業，全面轉進 AI 算力。各位同學，這是誰啊？遊戲橘子是靠天堂稱霸台灣的線上遊戲霸主，是2010年在東京包了70個攤位的橘子，是2018年靠天堂 M 一年吃進75億的代理王啊！連代理路線做不出遊戲來，代理大賺錢的優等生，2026年的答案卷都是遊戲不玩了。大禹賣主產，橘子換招牌，2種寫法。同一個死因，台灣這半盤棋下到這裡，都懶得收官了。謝謝 Angelica Wang 抖了一個那個足球淨網，是吧？上海那一子，各位在聽直播有在玩手遊的各位，更值得你們做，值得聽。這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一個走向。戀與深空，對不對？集美們很愛的乙女戀愛手遊啊，媒體跟業界估算全球累計收入破11億美元。6月官方幾乎沒有鋪陳，就空降了第6位男主角敖一狼人設定。哎，你想說正常我們這些玩遊戲的人，像我們這種臭仔仔。我們這種臭仔仔覺得幹加角色很好啊，但是很抱歉哦，這一手直接動到了利益結構，你他媽多了一個角色，抽到本命的幾率從1/5變1/6，資源從分5份變成分6份，舊角色5個角色的本命粉絲爆炸，官方微博留言飆破26萬條。
我跟你講，但是這是新世代的病因，就在戀與深空大賺錢的時候出來了。媽的，老子在台灣，老子不怕你們這些戀與深空的瘋狂極美女粉。我講真的，這一群人呢，他把所有的鬥爭模式都拿出來了，太恐怖了。第一個先罵醜，他說熬一長耳朵，媽是狼人，超醜的，沒用，媽醜就醜，怎麼樣呢？來，然後接下來變成道德批鬥，新角獸台詞寫的就不是那麼好吧？引狼入室有什麼不好？這種文案賺了11億美金，請不起像樣的主筆嗎？然後這些網友批他戲謔獨居女性安全，完全合理。但疊紙這家公司呢，態度很強硬，堅持上線，堅持上線。不是我這樣講，集美很猛就來啊！他媽我就一個前科犯，怎麼樣？不行你就去號召大家集火我啊！我不在乎啊，我是遊戲老玩家。你把這一潭水搞臭了，以後死掉的是所有下一代的玩家啦！你就叫他爆破直播间去 B 站，媽去抖音去，叫他來，炸不破啦！媽，我這邊就是爛坑一個啦。來，接下來各位坐好了，我要講很認真的事情。這一群人就是劉冠超常常傳訊洗腦我，這麼的這個小紅書怎麼樣？不是，我不是就這個角度。集美們恐怖的地方來了，當玩家發現常規手段呢全部無效。平氪金删遊戲，網路流傳，甚至有人團購牛糞寄到疊紙總部。幹不能罵女權是不是？隨便。來，我繼續講。卡了。沒有，就是突然卡了，但是你也不要說就這樣。好，訂閱關注不迷路，已轉發到小紅書。赴首爾還有5分鐘到達戰場，馬上就給我轉圈圈。好，但是現在又恢復了，我們趕快再回到戰場上。不是啊，我跟你講，這些玩家發現所有的傳統做法都沒有效了，結果馬上開幹，馬上開幹。好，恢復了。來，怎麼樣？他在裡面翻遍了遊戲文案，找到了一個人體實驗的檔案 ：A 動拐3腰。但是呢，馬上哎呀，人體實驗加731入華，幹嚇死人了，了不起！核彈引爆，100餘家媒體上場，包括人民網等級的官媒哦。動漫展公告禁止 cosplay， 商品下架，6月30號疊紙全面投降，取消熬一，聲明往後不再新增男主角，整份聲明只字不提辱華。你看這身段多麼二眉腰啊！但還沒完，海外炸鍋了。海外想說幹你娘！哦，對不起，他們可能沒有講幹你娘。海外想說你媽，我要玩一個新角色不行哦，因為你們的嫉妒，所以我不能玩哦。他一下子扣到731，幹要命了，要命了！你知道海外請願24小時15萬6千個簽名，聲明的推文2000萬人看，日歐美玩家發起退款潮，中國玩家跟海外玩家開戰，本命粉跟狼人粉開戰，再也沒有人討論0731了。公司隱身，繼續賺錢。有一位香港的社群觀察者引了魯迅說的：“你說屋子太暗要開扇窗，大家不允許，你主張把屋頂整個掀了，
他們就願意跟你商量開窗。他還引了個蘇聯老笑話：妻子報警說丈夫家暴，警察不理，改口說丈夫罵斯大林是笨蛋，10幾個特務馬上破門而入。哎呦！在聽直播的各位，你聽懂這個笑話了嗎？當一個社會存在一條一舉報就靈的紅線，而且當你的玩家吸引來的是這種不惜魚死網破、玉石俱焚，搞到只要稍有不順心就鬥到你垮、鬥到你臭的玩家，所有吵不贏的架，最後都要往那條線上移。今天玩家用0731呀。砍掉他們不喜歡的虛擬男人，明天就會有另外一批人用另外一條紅線砍掉你最喜歡的遊戲。核按鈕的問題啊，從來不是誰先按，是他擺在那裡，人人可按，按的人永遠自覺有理啊。白小洛說理工女理解不了這些極美，救命啊，好癲！我也理解不了啊。如果你覺得遊戲好，你不會持續讓它往下走嗎？你要弄到連 cosplay 都不准，你還不准任何男性 cosplay 裡面的角色，那這個遊戲要怎麼出圈啊？真是媽的，真是跟雷峰塔一樣啊！太恐怖了吧！你們都是人人都是法海吧？好，但是我前面講過，對岸的香火傳的那個爐子有一個蓋子叫做版號。現在我們看到一個更麻煩的畫面啊，爐邊還坐着一圈玩家，手裡握着引爆器，只要自家的本命一受委屈，在這裡面還沒有什麼真正的罵你本命或者什麼東西，沒有，他本命他覺得他受委屈了，就要把整個爐炸翻天。每一個玩遊戲的人哦，只要抽卡幾率動一下，就要搞民族主義舉報。這還得了？這不是愛遊戲啊，這是在教全世界的遊戲公司，華語玩家的市場很大，雷區更大，能繞都繞。所以我這一段的結論啊，是江山幾許殘，荒塵重拾何年？盛極之後就會必衰呀。台灣的殘局是因為資本不愛遊戲，下一局的隱患已經在對岸上桌了。玩家用舉報表達愛啊，一樣可以把你神殿連本帶利燒光了。6月底的這2顆棋子放在一起看呢，就是這一集警示書的封面。我要做結論了。我先把我的那個狗皮膏藥要飯的狗皮膏藥先按出來，1元不嫌多，100元不嫌少。各位如果覺得今天這一集講還不錯的話，可以抖內一下。好，這個柯和風說朱大晚上好，台風天在家看直播，抖個目標，晚上吃福利社的羊肉爐好吃。我已經吃2天了，還沒煮完。Lee Alex 說支持台風天談遊戲的朱大。然後這個 幹，這就龍的念法很難念。Ru Harry 459說這個遊戲滿是有病的女權玩家，還有在漫展上不讓男性 cos 男角色的，人家長得還不錯，氣質也不錯，就因為胖豬蠢蠢覺得有損遊戲的角色在心裡的形象，到處舉報其他男性向遊戲的一群比台灣的網軍青鳥還惡心的妖魔鬼怪，有點什麼就和抱團區一樣聚集起來衝上去。我最愛玩的橙白禁區被這一群畜生舉報到停服2個月啊！幹，可是我沒有聽過橙白禁區是什麼？對啊，我的意思是，這些人會把自己的遊戲害死。媽，你5個那麼喜歡的角色，你要讓他全部死嗎？對啊，你看那個白小洛講啊，就跟當年肖戰被自己粉絲坑了一樣，你非要把事情鬧大，讓廣電局下場，直接給你切了就爽了。當初那個誰，
那個吳亦凡吶、吳亦凡慘的地方是在於，本來還有辦法網開一面，但他粉絲集合起來在臉書，不，那時候不是臉書，在微信、在微博上面討論，乾脆去截球，那你想想看，這黨會開心嗎？党會開心？當然不開心啊！所以吳亦凡現在應該還在很開心的不是騎，很開心的踩縫紉機嘞。Will's Wave 說1元不嫌多，100元不嫌少，隨便啦，反正又不是真的很認真的要大家抖內。今天這一集已經有人指定了，所以沒有很大的成本壓力。我看一下有沒有人抖綠箭呢？所以我們要進中章了啦。中章是什麼？中章就是我們把總賬攤開來，然後許願。陳白禁區的群體其實不算極端男權，至少一開始不是。它運營就是正常的手遊運營，只是遊戲角色比較暴露，被那些女權盯上了。後來陳白禁區官方無視他們繼續正常運營，他們惱羞成怒，導致玩家只能比女權更極端。皮卡丘說：“吳亦凡的粉絲可以去買哥哥親手做的周邊的，搞不好吳亦凡是做襯衫的嘞，你不要說很難講。好，等等，我要繼續往下講了。總之就是有一些好笑，小弟身為也是在北監當過的男子，也沒什麼好說的。來，我們這整篇直播的最後一段，要把總賬攤開來跟大家講一講。”台灣交出去的賬單是什麼？橘子夢幻模擬戰團隊的4年，2026年6月最後的150名員工，換離境證明過的能力，昌之耀的最後一批老手，姚壯憲那一代北上的前輩，玉泉3800萬美金賣掉了2個研發中心，還有松健。3筆交易28億全數出清，台灣換回來是什麼？穩定的授權金，代理的75億年營收，新向2400億的博弈市值，一家活得很好的控股集團，賬面上全部都是正數，每筆交易單獨看都理性，都對得起股東，這就是等價交易最冷酷的地方，沒有人違約，沒有人搶劫，但是他對的是股東，不是遊戲玩家。台灣就是這麼一筆一筆用產業的未來換了財報的現在，換完低頭一看，手上全是現金，爐子裡沒有火的，沒有火了。火去了哪裡？火過了海啊，在莉莉絲的數據流程裡面燒，在米哈游的開放世界裡面燒，在黑悟空的81難裡面燒，在烛龍的古劍裡面燒，在仙劍士重置的版號裡面燒，在每一個被台灣前輩帶出來，如今成了大廠中間的遊戲人身上燒。台灣的這些遊戲先驅有留下一些痕跡，但是沒有台灣這些人呢，對岸我相信你們也起得來的。我今天只是冷靜的描述歷史。而定做這一個題目的遊戲人們有一個埋在心底的大哉問，我現在替他們問出來。他們看着自己深愛的雙劍王者蕭王，看着台灣從華語圈最強走到只剩博弈，他們問的是：今天鮮衣怒馬、意氣風發的中國遊戲業，會不會有一天走上同一條路？我照本頻道萬事通事務所的規矩回答，會不會取決於3個條件，跟當年殺死台灣遊戲界是同樣3個。第一個，資本願不願意繼續愛遊戲，版號的蓋子還在爐子上，投資的水位在退，警訊已經亮了。第二，
市場會不會滑向只獎勵賺快錢？台灣的教訓是，當博弈跟代理的估值碾壓自我研發就會垮。那當自我研發垮了，就沒有辦法。哪個市場都存在這種滑坡。第三，玩家自己。上一章那一群戀與深空握着引爆器的人，資本不愛遊戲，殺死了台灣的產業。玩家用舉報表達他的愛，燒得掉對岸的神殿。歷史循環不是宿命，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我全部都攤開來，躲不躲得掉，看你們自己。唐太宗說什麼？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台灣這面鏡子今晚擦亮了，擺在這裡。莫負古聖賢，效力曹英雄啊！對岸的少年們，你們已經再造了一個輝煌的疆土。接下來更難的是守住它，守住它不被資本弄死，不被自己人的舉報炸掉。願你們永遠都有再站起來的勇氣。定做這一集的設計師們呢，托我帶給兩邊觀眾的話，給台灣的是什麼？雙劍這樣的 IP 是兩岸玩家的共同記憶，也是兩岸遊戲人共創的。給大陸網友的是，很多遊戲人是帶着熱情爆肝在做遊戲的，即使是那些玩家看起來很平庸的遊戲，能被玩家看到，這件事情本身就凝聚的汗與淚。在聽直播，曾經為了趙靈兒掉過眼淚的各位，最後回到我們的開場詩啊！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哪復計東西。那一群90年代的台灣少年，如今都是中燈老燈了啦。他們的產業沒了，公司賣了，連 IP 都趕了戶籍，大雁飛走了，不問東西，但雪地上的爪印還在。在游降跟聖武士這些詞裡面，在雙劍教會一代人的感動裡面，在他們帶出來的徒弟身上，今晚這一集裡面，所有人努力，就算沒人記得，足跡總是留下了。不愧我們之前的前輩，也不愧我們自己。所以今晚這一場祭禮，我不哭喪，我把賬記清楚，把燈傳出去，然後把最後的話留給兩岸每一個還在遊戲業這個爐邊的人。我們都愛遊戲，正因為愛遊戲，這一筆賬還是要認真算。主產可以賣，賬不能不認。香火還在燒，只是牌位換了廳。願這把火不會再被資本算死，也別再被我們自己的手掐熄。遊戲文化能夠長長久久，比誰擁有它要重要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啊，各位，今天的那個抖內顯然還沒有達標，但我直播也差不多到時間了，所以電動車要不要坐，就看各位以後啦。好，記得我要提醒大家要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好不好？這個有機會可以讓這一集，如果你身邊也有愛遊戲的老燈或中燈的話，記得通知他們。所以很感慨啊，對不對？所有有玩過遊戲、有參與過制作遊戲的、有在這一個遊戲裡面晃的人，都應該要好好的感慨。哎，來，這個
對岸的網友抖一個小目標哦，什麼白？他抖了一個，他在微信上面抖了一個小目標。這個還有台灣的網友抖了1個人民幣，什麼威？這也是新同學。這個還有這哪一位啊？什麼一說煙雲16聲玩過嗎？有啊，我其實玩了10幾個小時啊，但是後來就覺得沒有很明顯的成長，就是我的角色好像沒有變更強啊，有一點很無奈的啦。大禹在天津是涮肉調味料哦，金山搬家前還一直在辦公大樓外掛着《劍俠奇緣》的宣傳大型海報。哎呀，這個都是感慨的啦，留與後人說了，好不好？哇哦，今天什麼什麼慢說，辛苦了，趕上直播就抖一次，沒趕上就蹭，沒關係啦，大家開心就好。來，我看，好，昨天有網友說他曾經經歷過那個工廠限電的那個時刻，所以，但現在沒有了。這個什麼什麼學說敬仙寺，今天是老宅燈同學會。許阿勇說我也玩過《仙劍斗士版》哦，幹你快50了吧？還參與過大池田5.25，對不對？3.5。謝謝兔兔斗內牛肉麵。富士山下邱小姐說：“我的青春已經獻給魔獸世界了。”沒有，手遊有手遊的難度。手遊的問題是，它主要是靠一直氪金賺錢，一直氪金，一直氪金，一直氪金，這樣會殺雞取卵。那你也不要說你殺雞取卵，媽，你的玩家也殺你的雞取你的卵啊！你看《電馭升空》這種做法是不是殺雞取卵？山仔醫生說也參與過《三國群英傳》的專案，沈毅這樣還在打副本。看沈毅才是真正核動力遊戲仔。幹，我要不是我沒錢，我也想要整天打遊戲呀。還有網友還在玩烟雲。對 ，Menu 券講的沒錯，你要刺激玩家氪金，而且又要可竭澤而漁，不是你竭澤而漁那個澤就乾了，好不好？就跟那個體德學院那個家伙叫什麼？我最近記名字還是記不住。他去跟人家包了一個糖，把水抽乾，把裡面魚撈出來啊，這就是竭澤而漁啊！再養出魚來要好幾年呢。嚇死的說，我就是事業不成，天天清單機。那個陳艾倫講沒錯，要持續而且定時做出值得付費的內容很難哦。順帶一提哦，我們禮拜天下午2點就是在陳艾倫的店裡面開網劇，那應該風雨無阻吧？那所以麻煩陳艾倫當天台風來也有給我到店裡面要開店哦。然後200塊有一個巴斯克乳酪蛋糕，也有一杯飲料。那然後你如果買了蜂蜜，你也可以到現場去拿。啊，剛哥啦，對了，但叫什麼剛啊？他去年啊，我跟你講，最近我講完這個我就下線了，我直播就結束了。我最近抖音在跟一段很好笑的，不知道是在武漢，不是很好笑，不知道在武漢還是哪裡。就是有一個做漢堡的小耿做漢堡。他每次都直播自己在那邊做漢堡，對不對？然後做着做着，有一天晚上忽然來了一個妹子跟他要漢堡。他媽，他漢堡看到這個妹子之後，他整個失了魂。他的漢堡煎的他媽肉也破了，然後那個麵包也焦了。結果那個妹子巧笑倩兮呀，然後跟他還是一樣，這個客客氣氣，然後說：“哎，你做漢堡很好吃。”然後他每隔幾天，這個妹子就來買一次。買到最後開始談戀愛啊，等下還沒有到談戀愛。泰德說可以現場付報名費嘛，隨便你來了再說啦。那
結果談着談着，靠兩個人出去約會了，一起去騎腳踏車。幹，我們就在這邊看着他們兩個人感情一直成長，而且更妙，就是在那個做漢堡的小耿的畫面裡面拍的這個妹比較正，然後他自己拍的那個叫什麼什麼收集星星還是什麼的，我都忘了，他自己拍的就是不正吶，就是不正。幹，等等，媽的，竟然沒有人相信我，充分讓我學到了什麼叫做情人眼裡出西施。等一下，就這個，我跟你講，妹子主角是這個，幹這個我不知道看不看得見。妹子這樣子看還好，對不對？我跟你講，在小耿漢堡裡面，她看起來很正吶。等一下，他叫什麼名字？漢堡小耿。哦，在西安，對不起，在西安。幹，這個故事我從他一開始第一集我就開始追，那個西安吶，不是人工智慧臉，我真心不騙。這個漢堡小耿在西安，我從他第一天我剛好刷到之後，他後來就接着一直做，做了大概2個禮拜。幹，那個女生就答應跟他一起出去了，好不好？那個女生答應跟他一起出去，然後他也帶了一個男的。好，但是這故事呢，因為太長了，麻煩各位自己。幹，怎麼有點像那個女飛客？好，不管，這故事我沒有要講全部啦。就你最近看，這是最近我少數在抖音追的。另外還有2個是我追的什麼東西呢？一個叫什麼媽老田，是不是？我看一下啊，老田跟我老田了，跟今天睡了没2個。最近我在看這2個人的沒有互動，但是網友紛紛抱怨，老田是唱歌很好聽，但是他們跳舞跟僵屍一樣，所以網友都說啊，天使吻了你的喉嚨，但是把你的手腳筋砍斷。然後呢，那個今天睡了嗎？是唱歌唱得跟狗叫一樣，但是他跳舞很好看。報告完畢。應該不是劇本啊，因為那2個人看起來都很陌生，就是有一種生手感。好，不管各位，最後我們直播要結束了，趕快投票來。今天的內容，如果各位覺得寫得好，講得也好，請按1。那如果你覺得寫得好，講得不好，請按2。如果你覺得寫得不好，講得也不好，請按3。也要感謝這個對岸的遊戲設計師網友們贊助今天這一集。如果各位可能也有什麼題目想要談的話，請各位可以贊助1集就是$200，好不好？哎呦，不管啦，你自己有空去抖音上面看啦。最後的故事比較好，我最近也在追啊，我很認真在追。沒有爛尾啊，就他們後來不出去約會，但是搞不清楚到底什麼狀況啊。那個女的約會帶一個男的來，然後網友媽紛紛狂幹，說這個女對你沒意思啦，小耿漢堡不要再弄了啦，之類的。沒事，阿開始說投票時間，今天這集回憶都湧出來了。Zara 說最精彩是最後面的故事，哎呀，但是對方到底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那他人生我不要管。什麼？沒想到朱大有就是單純的一面，看人家愛演，能夠看我就看吶。別給郭正亮知道你又在看插片了。幹，郭正亮一直碎念我做郭文貴，我都做了，請他不要再碎念我，好不好？
看又來了，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遊。齊先生，好，算了，不要弄。哎，我没有看上去很想管，但是这个故事有梗。好，各位就跟我一起追這個故事吧，好吧？今天的直播就這麼開開心心、快樂的結束了。希望痛恨我的網友們不要把我這個切片了之後丟到嗶哩嗶哩去。那叫集美們要爆破，趕快來！我最近流量不太好，歡迎大家爆破。就這樣的，我等一下要玩命運雙龍了，謝謝大家，拜拜。